欢迎收看第11777北京不静音。这两天呢没有更新节目，文革非10年那本书呢也没有继续往下写，我纯粹给自己放了2天假休息一下。但是就在这2天，我在网络上被人说成了是中共的水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一会儿给你们讲清楚啊。谁说的呢？鼎鼎大名的盛雪。盛雪是谁啊？我一会儿也给你们全讲清楚啊。我最早是不知道这个人的，我是从这段小视频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先放给大家看看。是不是完全真实可靠100%信得过的证据的时候，这个提供证据的应该是中共，而不是我们，而不是我们去纠缠他。嘿，你说的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怎么样？你需要去操这个心吗？对吗？就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打击中共，我们都想是不是能够造一点什么东西出来？有没有这个心态？请问，我们有吧？对吧？你没有，好，那没有就大错，没有就大错特错。因为讲你看他在这个里面自己说为了打击中共都希望能造点东西，就是造假呀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刚才是在聊到郭文贵的时候说的。那么盛雪呢曾经支持郭文贵我们有推文为证。你看他在自己的这个推特上去发支持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实际上就是造谣革命。好，那么盛雪是谁呢？他最著名的头衔是这个所谓满洲国这个复国运动的议会议长。那当然了，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title， 我们都看看还有什么民阵全球副主席、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中国之春杂志社主编、独立中文笔会发言人、加拿大反共联盟副主席、中国人权促进会创始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加拿大反中共渗透联盟共同主席、永久和平发展协会加拿大分会主席、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董事。这些 title 都挺漂亮的但是这样一个人，刚才大家在视频里看到了他觉得说谎、造谣制造这个莫须有的不存在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能打击中共，无所不用其极没关系好，给大家看看当然了，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这个身份满洲国的议会议长你看他在网上秀他自己拿到了满洲国的国民身份证，怎么能加入满洲国呢？怎么能拿到这个身份证呢？给钱就行你看他自己发的开放国民登记满洲国承认双重国籍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现在是哪国人你可以额外的再加入一个满洲国你看申请国民证需要缴纳36美元你看到了25年12月，你看还涨价了实体版变成了129美元这是一门生意原来这是一门生意。那有人说呢，他对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进行营救，那也有人说呢，他的整个这个营救其实都是打着反共旗帜的另一摊生意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好讲因为这需要证据我觉得这些东西交给 FBI 去调查，我们不说这个东西，我们只看他自己发在他推特上的文字那后来呢，这个人就在推特上加了我的关注那我也就回关了。我当时在想呢，郭文贵倒台那作为曾经支持过郭文贵的盛雪应该说些什么，所以我邀请他来做对话。我是觉得既然郭文贵已经倒台了，那你可以讲一讲你自己的心路历程。那当时你是被郭文贵骗了，还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去在网上这么叫嚣着去支持郭文贵？那你的这种有这么多 title 一个名人，那你的这种所谓替郭文贵背书，有没有让更多的人通过你去更信任郭文贵，结果最终被郭文贵骗了钱呢？你觉得有没有责任呢？这些都是我想问他的问题当然了，他肯定是不敢接受来跟我对话的好，这2天呢，
来了啊，这个事情他发了这样一条推文，他说呢，习近平怕死，所以下个月啊要去美国访问，他不敢去纽约，只在华盛顿待1天啊。你看他这里面写的很清楚啊，第2段你看他说他怕了啊，他怕死啊，害怕有人行刺。哇，好，这个推文的最后那部分啊，你看他又写啊，习近平可能害怕有人采取激进行动啊，这是他这个推文。我觉得呀，就是反共啊、反习啊，这个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啊，这都 OK 的啊，但是不能反制，对吧？你一个东西有没有逻辑？习近平到美国啊，如果他害怕被行刺，那华盛顿就一定比纽约安全是吗？敢去华盛顿，但是不敢去纽约是吗？逻辑在哪儿啊？我就看不了这样的言论，所以我在他下边留了个言啊，看啊，我说习近平不去纽约是害怕行刺，这有点太反智了啊。就是我刚才说那段话啊，结果你看他回复我说，看把你急的，这什么意思啊？我着急什么？我害怕习近平被行刺。所以你看他这个话说出来，就是当我指出他的一些逻辑谬误的时候，他不是在交流讨论问题啊，而是试图带风向给我扣一个帽子。其实这是他们惯常用的把戏啊，就是当网络上有人批评他的时候，一律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啊，打成对方别有用心啊，是中共的水军渗透等等的。这是他们一贯的把戏啊！你看这句话就已经往那个风向上去带了，看把你急的。好，那我就很不客气的回复他了，我说一把岁数就混到这个撒泼耍赖了是吗？啊，指出你的逻辑漏洞就变成看把你急的，那再说下去是不是要说我破防了？啊，我说盛雪，说真的，你太令我失望了啊！说完这话我就把他取关了。好，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他自己呢又发了一条推特啊，大家看啊。他放了一张截屏图啊，我们刚才那番对话的来龙去脉，前2句他没有截，他只截我最后啊说他撒泼耍赖的这一句，他截出来，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评论啊结在一起。然后他自己这条推文说，他说一说习近平，下面就不只是机器操作的黄号色推包围上来了啊，他意思是我这样的号啊，当然不是那些水军的机器号啊，不是那种发黄色消息那些图啊。他说你看，他说看这阵势，都是人工手写的。这意思就是我呢也是中共的水军，而且我跟那些发黄推的不一样啊，我是真正手写着去冲击他的中共水军，就是这个意思，往这个风向上带。好，那我在他这个下面我又回复了一句啊，我说对，我也是中共的水军是吧？你快去看看脑子吧。啊，结果你看他在下面回复我说，这还真不好确定啊，摆一个非常认真思考的表情。我看到这条的时候，你看啊，还是他关注着我，那我已经取消对他的关注了啊，所以旁边有一个回跟，对吧？那我看完他发这个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拉黑了。这个人就不值得再有任何的互动。那当然了，你们知道他的粉丝比我多，对吧？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啊，不只是小圈子了啊，你可以回头看一眼他这些 title 啊，你看这是多大一圈人围绕着盛雪，对吧？有什么独立中文笔会吧，有什么中国人权观察吧，有民阵啊，有满洲国，各种各样的人围绕在他周围。他有多少个群，多少个圈子，他有多少粉丝。当他影射说我北京是中共的水军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识我啊，你造成了多么坏的一个网络的影响，对吧？而且你这话说出来完全不负责任哦。我要是一个在整个海外华语世界我就没存在过的一个人啊，我突然冒出来说这么一句话，好，你比较神经紧绷，你可以说你就质疑了啊，你就说了这个话，也不太负责任，但是我能理解。我做这个频道快4年了啊，做了1000多期节目啊，包括跟华语世界的不同的人去做对话。
我北京是不是中共的水军，是不是什么大外宣，太清晰了吧？你先跑来关注我，你不知道我是不是水军，就因为我指出了你的推文中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你就开始引导说北京是个水军，负责任吗？像他啊这样做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太多次了。从他那会儿支持郭文贵啊，到后面支持反攻啊，一路以来，很多人批评他，他会在公开层面或者私底下的这种群里啊，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他都会把对方咬成是中共的特务，咬成是中共的水军，就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打着反共的旗帜啊，我们就是想做这期节目告诉大家，共虽然是坏的，但反共的可不一定是好人啊，很有可能是狗咬狗，对吧？举着反共旗帜的人，为什么举反共呢？因为亲共他举不起来了这个旗帜，对吧？你站到了共的对立面，那就举着反共的旗帜，但目的还是为了挣钱啊，目的还是为了骗钱，各种各样的手段骗钱。现在网络上这样人太多啊，我们都根本就揭露不完。但是我觉得像盛雪这样的啊，这个旗子啊挂得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title啊，这个在这个江湖上资历非常的老，那就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完全不知道底细啊，就奔着他头上的那个光环就投奔过去了。那我也见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啊，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劝啊，劝不过来，很多人我也不认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义务来说啊，我有责任把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事儿做一期节目告诉大家啊，孰是孰非你们自己去思考。这样的人公开的说啊，为了反共可以造谣的这么一个人，他说的话有没有公信力？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其实在这个诚实啊，在真相面前啊，在是否去欺骗欺诈这个事情上，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点上，反不反共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先把你是否真诚，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你有没有骗人钱，这些东西说清楚了，其次才是反不反共的问题。为什么反共？对不对？共在那儿造假，修改这个历史，对吧？修改人们的记忆，啊，集权统治，反的是这个东西，啊，结果反共的群体，啊，说起谎话来，骗起人钱来，跟共没什么两样，那为什么要支持你们呢？你反共又怎么样呢？有功劳吗？好啊，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感谢收看、订阅、分享。